上一期我跟壳牌石油的前高级商业顧問聶尚游聶博士，我們對談的時候呢，最後面我們就提到了，美國的天然氣由於它產量是巨大的，所以跟其他國家相比呢，價差可以達到4到9倍那麼多。那美國的天然氣賣到世界上幾乎可以說是任何一個地方都是非常賺錢的。不過我想在這畫一重點，就是說美國的這個天然氣它資源再多，它在經濟裡面所占的這個位置呢，是產業鏈的最底層，想要推動最外層，就是這個應用層的發展其實目前美國或者說全世界來說吧，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缺口。但中國又是另外一個 dilemma， 對吧？它每年它建的新增的新能源比全世界加起來還多，但它同時煤發電建的也是世界第一。這位呢是全球頂級的能源基礎設施巨頭 Technip 的現任 CTO 蔡威，他曾經呢也是在通用公司研發中心擔任過執行董事。這一期我們分成2條線來說咱們先說一下這個傳統能源這條線上我們已經有的一些基礎設施，還有一些依然在不斷發展的一些傳統能源的基礎設施。另外一條線呢，我們就說一下這個可再生能源或者說是新能源，它跟這個傳統能源之間從材料學的角度上來看，它最大的區別在哪兒？發展的現實阻礙在哪兒？美國中國、歐洲、非洲還有中東這些國家和地區，他們在自身的利益、還有人道主義、國家戰略、全球變暖還有商業運營這5種考量因素之間的這麼一個博弈到底是什麼？他們希望達到這 last man standing， 就是說最終可能石油的需求，液體石油下降到一定程度呢，那些比較貴的可能就撐不住了，那它沙特、阿聯酋它還在。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並不是一個基於什麼新聞數據得到一個理論預測，而是結合那些不是每個人都能看到但是正在發生的一些現實，去合理的推斷我們10年或者20年以後的未來到底是什麼樣的。首先我們先放一個前提也就是說基本上坐實的這麼一個現實，就是石油能源全球範圍之內的需求量基本上已經是到頂了。那因為幾個最大的經濟區他們都已經觸及到了這個石油需求量的頂峰。這個具體呢，大家可以去看我跟聶博士對談那一期在這兒我就不多說了。石油需求不會再增加，這個就讓全球範圍之內的這個石油開採總量，也就是這供給沒有了上漲的驅動力。但這也不代表石油用量會出現這麼一個斷崖式的下跌，不是因為油不夠，而是因為這個 demand 就需求量也許會放平。為什麼呢？油最大的一個需求是運輸呢，從個人來講的話，電動車對吧，這個是可以代替一部分電氣化，但是呢有2部分是不能代替的，比如說航空業跟海洋運輸，還有長途的這個運輸業還是需要油。但這個呢只是持續對吧，你說增長嗎？並沒有說那麼大，它是根據的 GDP 增長的，所以呢夠用肯定夠用的。當然人們也在找這種新的替代，比如說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就是說可持續的航空燃料，就從這種植物呀，或者從我們的人們的食用油或者來替代，但這還是很少，不到1%，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來運輸油還是需要的。第二呢，就是那個油很多是用在我們的日常的化工原料，有10%到25%的油是用在化工燃料，比如說我們穿的衣服、化纖的塑料製品，你回頭看你的房子裡很多，包括藥包括合成橡膠這些都是從原油來的。那這些需求呢在，但它說不會說突然增長，對吧？它還是隨着人均這個GDP 的增長在緩慢增長。當然人們也在找這個替代品，所以它呢不會是一個突然的系統的這個 shock， 它還是會在的。但這些的這個基礎設施呢已經基本上建得挺多的，比如說中國過去幾十年的這個煉油廠化工發展迅猛，所以造成了這個世界上從化工原料來講呢已經有點 oversupply， 所以要等把這些庫存消化之後呢，接下來幾年這方面的基礎設施還是需要的。但不是像這個天然氣一種井噴狀態，就過去幾年。天然氣這個需求是在快速的增長的，然後這個石油的這個需求可能就已經差不多到頂了，是這意思吧？我覺得應該說是一個長期的一個平台期，因為你想這個航空業它需求，但是新的替代可能趕不上，它還是會稍緩的增長。
但天然气呢，发電，对的，比如說我們數據中心啊，這些發電的話，人們更多會選擇用天然氣，加上當然可再生能源，但可再生能源還是有很多缺點，待會兒我們可以聊。既然我們知道了石油需求很可能要進入一個長期的平台期，當然我說的這個是全球範圍之內的，我並不是在說某一個地區，畢竟呢，各個地區的這個經濟發展的速度和人口增長量都是不太一樣的，那這個會直接影響石油在不同地區的需求量。不過在這兒我就有疑問了，就是既然石油的用量见顶了，至少在歐洲、日本、中国都见顶了哈，美國反正怎麼說也是進入了一個平台期，那在北美地區的這個石油基礎設施是不是也會因為這個停止發展呢？比如說像輸送石油的這個管道，這些已經建好的管道到底要怎麼辦呢？是不是還面臨着需要被處理掉的這麼一個未來呢？這2年管道行業是非常好的，為什麼呢？天然氣这個油和氣管道有的時候是共享的，就是你天然氣還是需要的，而且有些這個油的管道輸油除了加拿大某些是要輸，它還在建，因為它輸不出去有那個油田。油氣管道現存呢是在，比如美國這邊是在集成化工廠周圍的，所以你如果有化工產業的話還是需要的。所以這個油氣管道我不覺得會有一個可能是，如果說沒人用，那2050年以後就至少是 mid-century， 現在咱們說28吧，80%的能源是油氣，20%是 renewable， 再到4-5年就 EIA 講的4-5年50年呢會到60-40%的樣子，所以還是很大的部分。比如我們現在一些工業在看的管道可以用來輸送二氧化碳呢，因為你就算到了2050年，我們還是最好吧50%或者少於50% renewable。那你這個 net zero 怎麼達到呢？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二氧化碳捕捉出來，深埋在地下或者把它用。那這二氧化碳現在很大一個問題就是說，要靠近管道可以輸送，咱們可以用油氣管道來輸送二氧化碳。在這個石油需求總量進入平台期的大背景之下呢，有一些國家比如說剛才我們提到的中国、歐洲、日本还有美国這幾個重要的經濟區他們的這個石油需求總量是不斷下跌的，那不斷增長的那部分到底是在哪兒呢？6億的人口還在非洲還是沒有電，他們現在說你只要能給我電，便宜的電我都接受，怎麼來的不重要。對，你想就像我們原来你都沒吃飽，对吧？你怎麼能考慮說我這個食物是有機的還是不是有機的？所以要解決他們的問題。比如說咱們這麼講其實很分化的，中國它是綠色能源跟傳統能源齊頭並進，因為要解決這個能源安全問題。然後非洲呢主要是 access， 就怎麼能得到電。同時他們如果非洲發現了這個比較豐富的油氣藏量，他們要開發，他們要想國家先富起來，說你西方國家150多年你靠賣油賣氣你已經先富了，那我們的人怎麼富起来，对吧？這是一個比較深刻的問題。在歐洲呢還有美國呢，他們的應該說是電氣化進程在路上，所以他們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電的輸送問題。所以這個是世界各國是不同的級了，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所以說哪怕這個綠色能源的理念再先進，咱也不能要求讓還沒有消滅飢餓的這些地區去發展它，解決吃不上飯的問題，這個優先級肯定是要高於發展綠色能源的嘛。咱不能用理念上的慈悲去感動自己，然後合理化現實中的傷害。愚昧的同情心，它这杀傷力往往要大於純粹的惡意。那我們再看看中東，最近這中東正在发生的戰爭呢，讓我個人是對美國能源出口的這個未來是越來越看好的。畢竟咱說宏觀上的供需關係是不會因為單個的這個事件發生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的。那人們的生活總是還要繼續的吧，經濟也需要發展，哪怕現在中東地區它是沒有辦法給全世界提供戰前那麼多的一個供給了，但是全球範圍之內的需求它還在呀，這需求的窟窿總是要有人給填補上的嘛。但是中東咱們不管怎麼說它雖然說是陷入了戰爭，但是它地下的這個石油肯定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中東地區呢在傳統能源的基礎設施建設上面到現在依然還是非常非常積極的。他們這種積極性呢也跟全球能源的這個轉型的浪潮其實也是有很大關係的。他們這麼着急建基礎設施的原因呢，就是因為是为了出口，因為他們的石油，他們國家這些石油天然地理位置非常好，他們開採石油的成本非常低，因為它的油質也比較好。
他們希望達到這個 last man standing， 就是說最終可能石油的需求，液體石油下降到一定程度呢，那些比较貴的可能就撐不住了，对吧？油價下跌，因为需求不在那儿了，那就撐不住了。比如加拿大的油砂呀，或者那它就不在了，不能再供應了。那它沙特、阿联酋它還在，它鎖定 long term contract。有些国家像中国总是需要石油天然气的，它就总是能夠作為一個財產來源吧。它不是說自己用，它是作為他們一個經濟收入來源。就跟你在店上一條街上所有的店鋪都關門了，它還在賣，就是因為最終還是有人需要的吧。還是就像你剛才講的，石油天然氣可能比例在下降，長期以來，但是還是有需要的。那他們希望最後這些需求是來自於他們。卡塔爾是國家比美國小，現在美國是最大的出口國，卡塔爾是第二還是第三，反正天然气基本上出口，他自己也用了。沙特更加，他一直都是出口国，他自己已经非常富足了。他们是控制石油價格，希望是因為很多東西如果價格他們倒是不怕價格降價，對吧？降價因為他們還能挺得住，但是呢你太高了呢，他們就會放出一些賣多一點，讓石油價格下來，所以他們就起的這種平衡作用啊。然後呢他們自己比如說他要纺織品啊什麼，他也建的石油化工廠。我們經常會把清潔能源、綠色能源、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這些東西都放在一塊兒說，但是我們在詳細去討論這個新能源這條線的時候呢，我想從一個更多的是一個材料學的角度上吧，去先定義一下這個新能源這概念，我們到底應該怎麼樣去理解它？我的比較學術化一些定義就是semiconductor based on 電子，就直接從材料上，太陽能是光子，太陽能光，太陽光轉化成電子。風能是一個風力，風力其實風怎麼形成也是因為太陽，太陽這個溫度不一樣，風就起來了。所以我就把另外一種形式把太陽能轉成，立馬把它轉成電子，或者風能應該說是動力能源吧，轉。然後你看看石油，石化是100億年前的樹木或者資源埋在地下變成了石油天然氣，其實最終能源也是來自太陽。我們只是說把很多年前的這些存在那兒用掉了，這些新能源可再生，我們所謂的可再生就是在有個時間範圍的，對吧？我太陽能我現用，那就好像是可再生。我石油我是從地下挖出來，很多年前的太陽能，這個因為時間跨度那麼久，需要那麼幾千萬年形成這個石油天然氣，所以就叫做不可再生，對吧？就是在我們的 lifetime， 在我們的生命周期裡好像是不可再生的。就是這樣一個概念，當然它這個二氧化碳排放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你建太陽能板或者是風能葉片這些材料本身是不是完完全全低碳的？這也是個拷問的，對吧？它是立馬它不釋放二氧化碳，那整個生命周期，太陽能板太陽生命周期和製造過程還有風能，它也不完全說是完完全全說沒有二氧化碳排放，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整個問題我們面臨的問題，你歸根結底就是說我們怎麼面對這個溫室效應引起的，如果我們大家還都相信的話，地球變暖、氣候變化這樣一個長期的慢慢的一個變化，和我現在就有能源，我現在有戰爭，我要能源要 secure， 要能夠買得起，對吧？有這兩個怎麼平衡的問題。你新能源出來，當然人家開始是說這是綠色的呀，我沒有二氧化碳現在的釋放，但長久以來是會比石化能源釋放二氧化碳少，這個是已經共識的。所以我就這樣，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一個清晰的定義，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要放在一個比較大的這個時空範圍裡面去看這個事情，不是說我石化能源 against， 不是兩個說要打架，有一個替代那個，而最終像是一個平衡，要達到一個平衡。但是你們這個轉變可不可能這麼快？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對吧？我們一直到2050年有可能達到大概一半是可再生能源，一半是還是石化能源。在這個很長期的一個平衡過程中，我們怎麼應對這個氣候變化，同時又保證每個人都有足夠能源？這是一個更大的挑戰。我覺得我們要去討論到底什麼是可再生，什麼是不可再生，
是有意義，但是真正的問題不在這兒，而在於我們怎麼減排。經濟發展呢是以改造自然的過程，人們總是不斷的在想辦法利用天然的這個資源，然後用盡量少的力氣去獲得盡量大的產出。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從改造土地到創造人工智能，我們總是能發展出越來越高效的生產方式。但是呢，随着这个改造自然的这个过程里面，它肯定是有一些代價的，只是說代價高低的問題。如果說我們這次這個能源轉型的方向呢，第一是用天然氣代替石油和煤炭發電，第二呢是高效利用這種無限的太陽能，或者是說像核能這種對於人類來說幾乎也是說接近於無限的這種資源。第三個就是最終大量要減少這個溫室氣體的排放。如果說這個溫室氣體排放是我們改造自然的一個代價的話，那我們現在到底有沒有辦法可以算出能源轉型可以到底幫助我們少付出多少代價呢？比如說從這個生產太陽能板一直到最後這個太陽能板被回收，這一整個的過程到底是不是能夠有明顯低的溫室氣體的排放？天然氣呢，相比煤炭來講是清潔能源，它比煤發電少50%的這個二氧化碳GHG 溫室氣體的釋放，所以這是一個趨勢。所謂的綠色能源或者說新能源這些東西，它從生產到最後這個設施被廢掉，這整個之間它能生產出來的，它和它能污染的這件事情，它有沒有一個比較公認的一個計算方式也好啊，或者是說有沒有一個辦法來評估它到底是我們叫綠色能源，但它到底綠不綠色？對，這是有的。我現在不一定有 number， 但它有個數字叫做 carbon intensity， 就 CI。它每一個工業過程，有權威的書，對吧？有這個它來定義它 CI 是多少。比如我燒天然氣、煤炭是定義，如果100%的話，其他就是會鑄減。就是 CI 是有據可查的，就是新能源呢，風能、太陽能 CI 當然不是0，當然也不是100，肯定是比煤炭這些低的。為什麼說它還是有排放呢？就是也有個說法叫 life cycle analysis， 就是LCA。所以呢，如果嚴格上來講，一個企業它要評估它的產品的綠色與否，它有兩個部門，一個是 CI， 一個是 LCA。你做沒做 LCA？所以嚴格上來講，然後你可以才拿去可以比。一般的話，這種要申請 certificate。所以我相信這個風能跟太陽能還從這個角度來講，嚴格意義上來講，排放還是少的，但絕對不是零排放。不能說，如果你聽到哪個工廠宣稱我是零排放，這個你要問你的問題是做沒做？你的 LCA 是什麼？你的 CI 是多少？然後呢，現在又有種說法排放叫 scope 1, 2, 3，對吧？ scope 1是我坐在這裡，我生產過程中直接排放二氧化碳是多少？還有就是比如我要做這個產品，我要從 Joy 我從你那兒去買一樣東西來，這個東西從你那兒transfer 給我多少二氧化碳？所以或者是我因為要買這個東西，讓你產生了多少二氧化碳？所以我的 supply。這叫 scope 2， 還有我的員工在那兒上班什麼，他們有二氧化碳排放，所以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系統去算的。但現在呢，因為你如果都要 measure 的話，大家就很複雜，就是很難 meet。所以呢，我們先抓大的吧，甲烷的這個排放，石油天然氣過程直接的甲烷會排放，那是最不好的，先把這個減掉。然後呢，一些重污染的煤炭、煉鋼這些把它減掉，這我們知道這些是重污染的。反正你總是挑那個 priority 吧，挑那大的先把它掉，然後小的再。說到這兒呢，我們還只是停留在能源自身的這麼一個層面，但是這些能源產生出來的這個電力怎麼去儲存和配送，在這個問題上面，我們其實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怎麼把天然氣變成電，然後把電再輸出去，就這個部分其實是欠缺的，是吧？對的，就這麼講吧，是兩個速度，兩條速度線，你這麼想好了。就一條呢是這個 renewable energy 快速增長，對吧？你建一個 solar farm 太陽能電廠，農場，就是前期投資很大，但是你很快建起來，但這電怎麼輸出來？所有的電線你得重新
包括現在的電線，大概20年需要 refurbish， 需要重建，然後再加上新的，這是一條速度的，它高速發展你怎麼建？就我盡量建，但是我的電線就來不及建，或者線路鋪設啊，或者高壓輸送來不及建。一方面呢，原來傳統能源還是需要的，化石能源基礎上的基礎設施是我們過去150多年來發展出來的。所以從建還有化工廠這些有一個叫做沉没成本吧，对吧？因为它已经建好了，所以呢相对來講成本就便宜，輸送啊用啊都是你在應有的設施上用，因為這樣呢經濟性可行，所以人們也不願意馬上就放棄，所以這個地方就很慢的怎麼慢慢的把它消退掉，那個速度呢這個新能源要快速的趕上來，這個下去不能那麼快的下去，所以這就是一個兩個速度的引起的一個矛盾，對吧？你怎麼採用從石油天然氣的這個能源轉化到這個 renewable， 這沒那麼快。你剛才講的非常對，就這個從基礎設施來講，一個呢你要把它消化掉，另一個呢建起來還不夠快，所以中間差的這個部分，中間這個 gap 現在是大家怎麼思考這件事情的？它 gap 呢是這樣的，有一個是有技術方面層面和經濟方面，還有這個基礎設施。技術方面呢是這樣的，這個重工業或者這個航空業、海洋業不能馬上用新能源代替，因為電池吧，你電動車是可以的，電池我可以shift 這個能源從4個小時，比如我太陽12點，但我是能量最高的時候，但我晚上居民是晚上用，所以可以存起來放過來。但如果你在歐洲某些地區冬天 seasonal 的季節性的，也幾個禮拜沒有太陽陰天，那怎麼辦？所以這個技術上沒有到那兒，長時間儲存沒到那兒。假設我如果將來70%大部分都是可再生能源，那我存的量要多少？這個數字是非常大的。人家說我建了多大一個太陽能，但你知道太陽能的電，它 nameplate number 真正是你要乘個4倍，它必須要建那麼大多的容量，因為它不是總有，所以你這個電池那就更要存的更多，所以這個成本是非常的，不光是成本，還要占地面積，然後你要存多少電？假設我如果夠存了，但是呢，電網上很多的都是這種。就是石油是沒有，它是直流電，對吧？我直流電我可以輸送，但是呢，如果電網上太多這種非惰性的這個電子的話，那你整個電網就不穩定了。因為你想，我們電網是，比如說中國是60赫茲，歐美都是50赫茲，它的赫茲怎麼來呢？是因為原來發電都是這個 rotating equipment， 它有這個頻率，是一個非常大的這個車板在轉，所以你電網上有點波動呢，因為這些有慣性嘛。大金屬，它有些波動嘛，它就給它那個叫 smooth out， 所以電網比較穩定。你如果都是半導體的這種電子呢，它一下稍微一片雲飄過來，它電網發電就出現一個波動。如果這個多了呢，我沒有一個穩定的叫 base load， 沒有穩定機制的電網就波動很大，這就是非常不安全。這個有可能會有些地方出現 blackout 啊 triple 啊。所以這就非常的怎麼講的脆弱，應該說電網比較脆弱。還有一個技術瓶頸呢，就是這個能量密度。你這個石油或液態油呢是能量密度非常高的。你如果跨大西洋的飛機要靠電池來飛的話，所有的電池會比飛機本身再加上 passenger 還要重。用現在的技術，最好的鋰電池能量密度還差1-2個數量級的這個跟油來比。所以技術上還沒到那。第二呢，這個經濟上，對吧？要投資，就投資還沒到位，要大概45000億的投資，現在到20應該是2030年要把這些 capital 建起來。為什麼呢？你看，太陽能板或者風能，這是應該說是前期投入比較大，後面你不要燃料，你後面這個 OPEX 幾乎是零，對吧？但是呢，你建個天然氣的這個燒天然氣的這個 power station 的話，相對來講同樣大小哈，咱們講同樣的大小容量，你可能這個前期投資相對小一些，但是後面你要不停的有燃料啊，有油啊，有氣啊，這個是屬於 OPEX。窮一點的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你一下子要貸那麼多款，要去拿那麼多錢建一個太陽能發電廠和我一個
一個這個比較稍微輕資產一點的這個天然氣發電廠，它可能更傾向於後者，对吧？還有一個呢，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個基礎設施上的問題。一個基礎設施已經現成的，你不需要再投了，我只要 grid 在哪，我只要加一個發電廠，然後直接接上就行了。我建一個大的太陽能發電或者風電，我還得考慮到怎麼接。包括現在的美國就美國來講，上网的這個許可證呢，有的地方要10年到15年。我花幾年建一個太陽能電廠，但是我要等，它這個排隊排很長。我等這個 permit 下來，我才能上網。中東它是一個油气開采大區这我們都知道。那它也是亞洲其他國家最重要的油氣進口來源。但是其實中東在能源轉型這話題上面還有一個非常得天獨厚的優勢，這個是我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他們太陽能資源非常豐富，還有一個沙漠這個位置。對啊，電池嘛，電池它買就是了，对吧？所以它這個我覺得他們是一個非常好的位置就是說從戰略定位來講的話，他們有他們的優勢。我們知道很多的大型設備，至少目前看起来是很難用這種新能源去替代的。但是這裡面也不是說沒有能源轉型的空間而且這已經是研究了10幾年的事情了。所以現在呢，有人在摸索，就是海洋運輸用甲醇或者就是醇類或者氨，甚至是液氨來做燃料。這也在探索階段，因為不光是燃料問題，它個發動機燃機也得改，因為它這個燃燒方式不一樣。航空的燃料需要這個油是不一樣的，所以你可以從乙醇開始，乙醇是2個碳，你可以把它通过化学反应把它搭成10幾個碳，能夠適合航空燃油做的。我們在做這個事情，就是說醇類乙醇到這個航空燃油的這個一個過程。第一個商業化生產的工廠已經投產了，去年年底投產的，就在美國。但這個產業呢還是非常早期，因為你整個產業鏈成本都沒在那兒。但是如果你規模化是成功了，人家一個個建得更多了，那我相信成本會下來。包括飛機場的這些輔助的這些設施是吧？對，因為不同的燃油它混在一起，對飛機的飛行的安全有沒有隱患什麼。這個這叫做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這已經研發了一段時間，應該說10年是有了，但是呢，技術上、經濟上、infrastructure 這方面的問題也要待於解決。我相信大家也發現了，能源轉型它並不是說傳統能源會被摒棄，更多的呢是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出於一個能源獨立資源量還有經濟體裡面這個生產內容出現變化的這麼一些原因，最終會發生的一個必然的宏觀趨勢。像這個經濟落後一些的地區，它就還需要石油作為這種主要能源去快速的把經濟先給發展起來。經濟發達一些的地區呢，就是從煤炭石油這種溫室氣體排放更大的資源種類，轉向天然氣太陽能這種更環保一些的能源。所以說能源轉型它並不代表整个的這個傳統能源不再發展了，只是說我們現在可以更高效的去利用太陽能這種不用搶大家也都有的這種資源去發展經濟。從投資角度上來說，一般出現了某一種非常風靡的理念的時候，很可能相反的方向就會有一個非常大的投資機會，因為那就是一個被市場低估的這麼一個盲點嘛。關於這個事兒呢，下一期我們會繼續講。那這一期我們就先講到這兒，我們下期見，拜拜。